印度鼓吹 K9 火炮亚洲第一，意图在边境压制中国。解放军最新火炮出境边境高原，演练最新战法直击印度软肋。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南亚第一强国印度一直都对中国有着敌视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曾经他们被我们狠狠教训过。作为邻国，印度在各方面都想着与我国进行竞争，但是印度一直处于下风，这些都让骄傲的印度人不能接受，所以他们对中国一直都抱有敌视的态度。印度近期在中印边境地区又不安分了，持续往边境地区增兵数次，并聚集了大约20万士兵，意图在边境形成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并且印度也将其最新型的火炮 K9 自行火炮部署到该地区。印度 K9 自行火炮是从韩国引进的在印度生产的一种重型火炮，被印度媒体吹嘘为亚洲第一重炮。从目前来看，这款火炮部署到边境地区以后，对印度部队的士气与信心将会有极大的提升。面对印度咄咄逼人的行为，解放军自然不会放任不管。近期，解放军炮兵部队进行了大规模实弹射击训练，地点就放在了距离中印边境不远的高原地区。据央视新闻频道10号报道，解放军第81集团军出击高原地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此次射击训练使用的是解放军装备的首款155毫米履带式自行火炮。该火炮除了能够发射各种常规弹药之外，还可以发射激光制导炮弹、卫星制导炮弹和莫敏弹等新型精确炮弹，并且此次演习演练了炮兵高射界射击战法。所谓高射界射击，是将火炮炮管调整为45度以上的一种射击方式，主要对于峡谷、反斜面、深沟等普通炮击很难打击到的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一种新型战法。说白了，就是针对印军阵地的战法演练。此次解放军新型火炮和新战法直指印军软肋，让印度在边境对解放军形成军事优势的天真愿望落空了，也从根本上打击了印军的自信心。印度此前从韩国引进火炮技术并建立生产线之后，自信心爆棚，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世界最强陆军之一了。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幻象。虽然印度对火炮技术进行了引进，并且能够自行生产了，但是对于火炮的其他基础设置一窍不通，例如火控系统等关键配置，韩国根本就没有提供给印度，这也将导致印度所拥有的 K9 火炮的真实作战能力将大打折扣。解放军对印军形成压制是再正常不过的，毕竟中国陆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是数1数2的。印度想凭借韩国的火炮压制解放军的想法，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幼稚的。希望印度早日认清自己的定位，不要再试图挑衅对抗中国，毕竟现在双方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了。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中美关系早就成了一个难解的结。美国不会放弃遏制中国继续霸权整个地球的野心，中国也不会任人欺凌放弃自我，所以即便如今美国在国际社会上何种姿态，中国人始终需要知道一点，美国从来没有心怀好意过。据媒体报道，日前美国防务1号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不仅有现任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还有前任议员，可以说代表了的意思就很明显了。不管是之前的美国人还是现在的美国人，在众议院上上下下绝大多数都是针对中国的声音。而且作者还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虽然当年越战是美国人心头的痛，但是随着美国面临的新地缘政治，以及中国不断在南海设立的人工岛屿，导致越南的主权和安全受到威胁，美国或许已经到了重返越南，深化与其的友好关系，并在该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时候了。因为如今美国和越南在南海的战略利益已经趋于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文章还表示，目前越南属于中立国家，短时间就让美军重返很难达成。但是鉴于美国和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的关系，美国可以重新启动早年留下的军事设施，并在之后和越南寻求建立额外的军事永久基地。说实话，美国还真是脸大。就先不说越南和美国在当年的恩恩怨怨了，但是美国新的地缘政治在南海就已经直接让美国的野心和自大曝光了。毕竟中国和美国之间可是隔着上10万8千里，这个地缘政治地缘的够远呢。当然，这不是美国计划的第一个驻军的地点，之前美国就已经计划在菲律宾和印尼驻军，并且还打过在台驻军的主意。当然，在台驻军必然会受到中国严厉的反击，所以美国是没有打定主意的。
但是就目前中国周边有美军驻军的国家，不算台湾、菲律宾和印尼，却也已经有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而印度虽然没有美国驻军，但是和美国勾勾连连的也没什么差别了。如今又把主意打到了越南头上，美国这是想三面围堵中国，之后是不是还要把蒙古国牵扯进来，还是俄罗斯？不得不说，美国的这个主意打错了，还错得离谱。在今年4月份，王毅外长就和越南新任外长裴青山通过电话，并且明确表示，双方会增进加强互信团结和战略合作，维护共同的利益。而裴青山也明确指出，和中国维护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越南的头等优先事项。越南坚定地支持中国发展强大，所以说美国想当然的就和越南有共同利益了。结果越南根本就不想搭理美国。虽然之前越南是和中国在南海有一些小摩擦，但是这并不影响什么，因为中国和越南是有共同利益的。君不见自从通话后，越南就已经安静了不少吗？尽管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再也没能重建当年辉煌，经济上不消多说 ，GDP 都只有中国的1/10了，外交上也是敌人一大把。但唯有军事上，俄罗斯没有落后，甚至某些地方让美国等西方国家觉得可怕。最近有外媒发文表示，导致荷兰军舰在黑海惊慌失措的罪魁祸首，暴露了俄罗斯一种可怕的能力。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能力呢？不久前，荷兰军舰闯入黑海，俄罗斯战机果断拦截，看起来无非就是像英国一样被俄罗斯打脸了。然而，据荷兰方面透露，俄罗斯此次对荷兰军舰进行了模拟攻击，并中断了机上通信5小时。跟俄罗斯的其他地区不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装备了大量的固定和移动的电子战设备。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克拉苏哈，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拦截和篡改 GPS 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信号。这意味着克拉苏哈可以让你在某种意义上消失。俄罗斯也非常满意克拉苏哈系统的强大能力。俄国防部长在国防年度会议上就表示，对俄罗斯目前的电子战系统的发展状况感到欣慰。俄罗斯多家媒体也称，电子战将会成为俄罗斯在未来信息化作战和混合战争中帮助俄军取得非对称优势。而且俄罗斯不只拥有一个克拉苏哈，还有萨马尔罕、摩尔曼斯克等电子战系统。萨马尔罕可以全频段电子干扰，库尔曼斯克可以对半径6000千米内的20个目标实施电子压制。此前，美国就有文章分析，俄罗斯的电子战能力正在为 GPS 构成威胁。文章称，俄罗斯军队的电子战能力可能干扰甚至击落美国的巡航导弹。在处理叙利亚的时候，俄罗斯就已经展示了其电子战系统的作战能力。美军最先进的 F-22和 F-35战斗机就数次迷失方向，无法顺利返回基地。此外，还有很多类似荷兰军舰的事。兰德就曾出过一份报告，报告称有一次，一架美国 F-22战斗机在执行任务时，试图上前逼迫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离开。然而，在这名飞行员后来意识到自己的瞄准系统失效，红外传感器也被烧毁，其他几架一同作战的美国战机在电子设备上都出现了严重损坏的情况。美国陆军负责电子战的前军官曾承认到，美国的电子设备很强，但要像俄罗斯那样使电子设备失效，美国的能力还达不到俄罗斯军队的1/10。北约前指挥官也曾说，俄罗斯的电子战部队拥有非常强大的能力。俄罗斯在电子战这一方面的能力有着令美国都忌惮的能力，那么中国是否能应对呢？其实这个大家还不用太担心。一是中国军队使用的自己研制开发的北斗系统，俄罗斯电子战系统针对的是 GPS 系统，两个不同系统不能放一块讨论。二是中国这些军事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对信息化作战这事儿我们早有准备。